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小稿，小青绿山水，然后我们 S 型构图，S 型构图，然后我们是个近景的这个树木，哎，小亭子，然后小船儿，上面啊，在中景的部分，小瀑布，然后右边是云海啊，是云海。还是我们先起个小草稿，我们放大成词词整章的。今天还是词词整章的生宣。画之前，我们每次画完以后啊，大家一定记得把什么？哎，把我们的笔先洗干净以后放起来。我们第二天用的时候，对不对？它的笔都是干净的，蘸清水，对不对？我们调墨之前啊，先蘸清水，然后笔尖调墨。哎，笔尖调墨，调完墨以后，用我们的试笔纸，对不对？哎，把我们的多余水分稍微吸一下，稍微吸一下，水分不要太大，对不对？蘸了墨以后，水分大的话，我们控制不好它这个墨的层次。你看，稍吸一下水分，有近景的，由右下角开始，哎，向上延伸，先把近景的山石画出来，先画山石的大致轮廓。哎，把它大致轮廓画出来。画完轮廓以后，画轮廓呢，我们常讲的十分三面，对不对？哎，把它的三个块面结构我们分出来，前，对不对？前左右，这是我们讲的啊，十分三面。它的三个块面结构，前面一个结构，左面、右面，哎，这是我们讲的啊，十分三面。过来。然后分完块面结构以后，是吧？轮廓线、块面结构分完以后，这是比较靠前的一组山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石结构，对不对？前后山石的层次，哎，画出来。注意什么？注意它的山石结构，画的时候，哎，这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山石的这个外形，是不是？哎，代表山石的外形。勾完，哎，你看啊，然后在向上延伸的时候，哎，注意它的山石的外形的变化，哎，山石外形的变化，你看中锋啊，看我们勾这个轮廓线和里边结构线的时候，它的用笔是以中锋为主，对不对？以中锋为主。勾完以后，看勾完这个三组以后，哎，我们勾什么？近景的树木，哎，近景的树木，十分三面，竖分四支，哎，注意它形状的变化，你看我们树形的变化。过来，先把左边的树的结构，哎，我们勾出来，看，注意啊，中锋用笔，哎，中锋用笔，先把左边的结构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在左边的结构勾完以后啊，我们右边结构要随着我们左边的结构去变化，哎，去变化。哎，主干是不是？哎，主干勾完以后，小树枝，
要勾它次干，稍微看主干勾完以后，次要的枝干勾出来，然后再长小枝，对不对？哎，再勾出小枝。那勾小枝的时候也是啊，中锋用笔，哎，中锋用笔。哎，过来，你看，哎，这是前面的树枝，看是不是？哎，我们常讲啊，讲过它前面的树枝，它出叉的时候，对吧？这个线的交叉是在主干的前面，对不对？代表是前面的树枝，它的透视关系啊，哎，它的透视关系。看都是鹿角，哎，我们勾这个树的时候，你看鹿角枝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哎，都是向上的那种枝杈，哎，这种小枝用的比较多。哎，寸一下，你看勾完以后，把树干的部分，哎，用中锋的短线条，哎，我们去勾一下，哎，去勾一下，然后这是后面的啊，你看后面的小树枝凸出来。哎，这是啊，勾完以后常用的，哎，我们点一的方法，你看，哎，常用点一方法，我们今天用个，哎，用个圆点吧，就是说我们梅花点，梅花点，你看过来，梅花点的时候是什么？哎，五笔点一个，你看啊，哎，这种也是小混点，是五笔点一组，它形成一个小叶子，然后再组合到一起，你看，哎，再组合到一起，中锋，哎，中锋去点这个叶子，点出它的这个叶子来说，你看啊，这圆点来说，看比较圆润饱满，哎，圆润饱满，你看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什么呀？把我们的这个笔锋，你看可以稍微的点的时候，你看稍微停顿一下，你看让它的墨和这个宣纸，哎，充分的融合一下，哎，把它墨吸到里边然后稍微晕开一点，你看啊，稍微晕开一点，哎，稍微晕开一点，注意什么？注意它的墨的层次变化，哎，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的层次变化，有深有浅，是不是？哎，有深有浅，你看，哎，不要用单色的墨去点那个叶子。我见有同学啊，这个就是说，让看他的，一看他的点的数哈，就是它的叶子啊，就是一种墨色，哎，然后墨用的还特别重，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的变化啊，要把它的墨的浓淡，对不对？哎，体现出来，你看，哎，体现出来。就是画，看画树干的时候，我们讲什么？画树干的时候用笔啊，稍微的可以干一点，对不对？可以稍微干一点。但是我们点叶的时候，你看，稍微的水分，你看是不是稍微水分多一点？因为它的叶子，对不对？还水分比较多，把叶子那种湿润的感觉画出来。靠什么？靠我们这个墨的，对不对？墨的这种变化，由湿到干，哎，墨的变化去体现。嗯，对不对？一组一组的啊，由深到浅，对不对？每一组它的叶子都有变化，哎，都有墨的变化。到前面这个，对吧？
这树的前面的树枝是不是前后左右？你看，所以说前面的树枝末端让它稍微重一点，对不对？稍微重一点。这我们说什么？哎，近实远虚，就是靠近前面的这个树枝的叶子，让它稍微重一点，稍微实一点。你看，用笔用墨，对不对？哎，稍微实一点。哎，让它遮挡住树干。你看，这样感觉透视是不是？哎，它就是它这个前面的叶子，就是在我们的主干的前面，对吧？把主干遮挡住。哎，这就我们看就能把前后的叶子的关系、透视关系，哎，我们能表现出来。哎，就能表现出来。哎，然后到后面，你看啊，到后面淡墨以后，淡墨干笔，哎，就向下去点，靠近树根的地方，小树枝越少，对不对？它的叶子变得也比较稀少。哎，所以说看有浓到淡，有湿到干，还有什么？有聚到散，对吧？哎，聚散的变化，浓淡墨的变化，对吧？有湿到干的变化，哎，在这一棵树上，哎，都要体现出来，都要体现出来。你看，这也是我们生宣的，对吧？这是特点，这是个特点。你看它的墨韵变化，是不是？哎，体现的比较丰富。你看有时候我们用熟宣或者什么半生熟的，它的墨出不了这种韵味出来，是不是？哎，比较干出来的墨，控制不好的话。把上面的叶子啊，哎，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把它的树头的地方，哎，墨呢稍微重一点，对不对？要重啊，树头地方墨要重，哎，靠近树根的地方，哎，是淡墨，这样的层次变化啊，这样的层次变化。哎，后边树，你看啊，我们画后面的树的时候，注意什么？哎，注意它前后树的这种穿插，哎，前后树的穿插。打开一下。松树、桃树啊，松树、桃树都是蟹爪枝啊，不光是松树，咱们画桃树前面不是也给大家去讲过吗？那个鹿角是吧？嗯，对蟹爪和鹿角。对，蟹掌鹿角。我们前两天画了一个平远构图的啊，一个平远构图的，上面有柳枝的画法。它的这个小树枝就是我们讲的蟹爪枝，它是那个小枝是像就是下垂的这种，哎，下垂的那种小枝。哎，那是树角，那个叫蟹爪。哎，我们常用的还是以鹿角为主，常用的以鹿角为主。松树、桃树，对吧？梨树都是以鹿角为主。画杂树也是，你看对不对？我们画这个不同的树种，看也是都是以鹿角为主。你看杨树，对吧？我们那个基础课里边，哎，有杨树的画法，松树的画法，桃树的画法，都是以鹿角枝为主啊，哎，鹿角枝为主。哎，穿插过来，它枝干的地方，对吧？主干的地方被遮挡的时候，看被遮挡以后，要看着它过来，要上下的要连贯，对吧？要连贯。哎，先把这个树头的地方勾出来，看过来以后，哎，要一看就是透过来，哎，衔接一下，哎，要衔接一下。
哎，我们常讲这个杂数的点叶方法。哎，点叶的方法是什么？你看啊，我前面的数，对不对？如果是上扬的上扬的点子为主，对不对？哎，后面是吧？也就下垂的，哎，或者横一点的点子，这个结构要变化，叶子要有变化。你看，我前面是以圆点为主，后面哎以横点为主。你看，就是小横点、大横点，把笔侧过来，你看，把笔侧过来，哎，点叶的时候由深到浅，哎，由深到浅，树头的地方，对吧？以重墨为主，哎，以重墨为，然后向下，你看啊，向下，它渐变的变化啊，叶子的渐变变化就是由深到浅，哎，由浓到淡，它的变化是不是？哎，由深到浅的变化。到后边你看啊，到后边以后，你看和前面的叶子，它怎样去区分前后的关系？哎，区分它前后的关系。看淡墨啊，用淡墨，哎，区分前后它的空间关系。哎，空间关系。完了以后啊，看树木，对不对？画完以后，向后的山石，你看树后的山石穿插过来，穿插过来，哎，穿插过来。向后的岩石，你看啊，向后的小石头，哎，先画什么？哎，先画它的外轮廓，你看，对不对？中锋画出它的外轮廓，然后，哎，它的三个宽面，对不对？前、左、右分出来，哎，分出来。我们前面的山石，你看靠近水的地方，是不是？哎，我们山石以什么为主啊？哎，它的组合小尖大，是不是？哎，小尖大，哎，小尖大，这靠近吧？哎，靠近这个水面的地方，是不是？哎，靠近水面的地方，小山石以小尖大为主。过来，哎，向后延伸，你看我们勾的时候，是不是？是一组山石按什么区分？轮廓线是不是？然后十分三面，哎，分出它的前左右，看也是啊，前面的也是前左右，前面一个面，左面一个面，右面一个面，哎，这我们常讲的啊，十分三面。过来，你看啊，前面的树木完成以后，哎，小的树木可以勾的稍微的，你看近景的树木我们勾的可以什么啊？哎，可以精细一点，哎，精细一点，复杂一点。到后面的时候，你看后面的小的树的时候，可以勾的稍微的简略一点，对不对？可以勾的简略一点。哎，横点为主，你看啊，也是以小横点为主。注意它什么？你看啊，我们点的时候，有树头的地方向下去点。我们笔中的墨是不是？哎，浓的时候，哎，点树头，然后沿树头向下去点，随着我们笔中的墨变淡，
哎，我们就点下来，你看，点下来，它的墨的变化由深到浅，哎，由浓到淡，哎，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常讲这个墨的调色方法，就是说一笔墨，我们常讲一笔墨，这就是一笔墨的这种调色方法。清水把笔洗干净以后，是不是？把笔洗干净以后，蘸清水，笔尖调墨，哎，笔尖调墨，你看由深到浅，哎，它的墨色变化，哎，它的墨色变化，这种讲的一笔墨，是不是？哎，一笔墨。对我们学画来说啊，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就是说陶冶情操，对不对？陶冶情操，修心养性是吧？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比如我们学的现在我们学的树的画法、山的画法，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什么自由的组合，哎，自由的组合，可以给自己安排这个山，对不对？安排树，自己去创造它的自己想要的这个景致。看完了以后我们安排什么呀？你看这在这个空间是留的什么呀？哎，安排一个小茅草屋。你看这小茅草屋我们画的不多，我来先画一个也是先画一个这个亭子的顶部结构。哎，顶部结构，这也是我们不常用的一个亭子不常用的一种亭子，画的比较少。你看，画完以后画它的一个侧面一个结构线画个结构线。你看这个茅草亭怎么去画？中锋调一点淡墨，哎，不要很浓，不要重墨调一点稍微，对吧？淡一点的墨色，笔呢稍微干一点，也稍微干一点。对，我们这个基础的示范，还有这个基础的示范，还有后边我们小品的这个示范，都是从墨稿开始都在我们课程里边，哎，都在我们课程里边，都是每一节课都是现在这种直播上的和我们课是一样的由墨稿开始，山石部分，对吧？树部分到点景，到后边远山、瀑布、云，哎，都是一步步的给大家一起讲解一步给大家讲解。就是我怎么画，对不对？我怎样画山石，怎样画树，在课里边都有一个详细讲解，和我们直播课一样你看这草亭的怎么画画完这个结构线以后淡墨干笔，你看还有点湿，再吸一下水分。你看哎，侧一点锋稍微侧一点锋。哎，画一个小草坪，看这种亭子是不是？哎，我们不常见的这种亭子看，是画一点有一点飞白，是不是？哎，干笔有一点飞白，就好像什么？哎，就是草编的一种，是不是？哎，就是亭子上面铺的是哎那种长一点的干草，哎，长一点的干草，这样的小亭子这个结构对不对？你看上面的亭柱过来，哎，4个柱子，我们单钩的
对吧？因为这个亭子比较小啊，亭子比较小，我们用单钩的啊，单钩的停住就可以。然后它的小栏杆，你看，小栏杆画出来，小栏杆这样的结构。下面你看啊，勾完这个结构以后，我们再补充什么？再补充山石，再补充山石。你看，再补充山石。然后你看啊，勾完以后，山石怎么去加深它的明暗关系？下面就是我们说的啊，村的部分。云南哦，你看啊，我们勾完结构，对吧？轮廓勾完以后，我们村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村在什么？村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后面。你看啊，这不有结构线吗？对不对？你看左右去加村，左右去加，就是我们口诀里边的。你看，我们先什么？先勾山石轮廓线内部结构分三面，明暗村差来表现。下面就是啊，我们村差的地方就是什么？为了表现它山石的明暗，是不是？为了表示我们山石的明暗，还有什么呀？还有它的山石纹理，山石纹理。暗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凹进去的地方。到前面以后，你看前面结构也是啊，左右是不是？左右去加村，左右去加村，然后这就是我们山石什么地方，对不对？顶部结构，这是顶部。顶部以后就是它山石相对来说啊，这亮的地方，是不是？也就是亮的地方。我们村的地方一看，这就是经过这个经年累月的冲刷形成的什么？它的山石的这种凹进去的这个沟壑的地方，对不对？就用村我们去体现啊。你看，用村去体现，你看，这样把山石的它这个沟壑暗部结构，用村来体现它。这一看就是，对不对？我们开始勾它的时候，它是个平面的，加了村以后，它有了明暗结构，有了前后关系，对不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山石，立体的山石。你看到后面结构也是，你看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后面啊，去加村，去加村，你看左右到后面结构啊，左右，这是个侧面结构，我们把亮面丢到这个结构啊，丢到这个侧面，然后你看结构线的这个下面啊，它就山石的暗部，然后形成的前后，对吧？前后的山石前后的这空间关系，过来，后面的山石是不是也按我们左右去村啊？左右看去加，左右去加村，对不对？上面是不是也是形成一个山石的亮部结构？还要注意什么？我们村的时候，山石的前后空间也是靠我们这个村，是不是来体现山石的前后关系？前后关系。所以说，我们村的时候要记住它的位置啊，记住它的位置，也是有规律的，对不对？我们村的时候，你看
也是有规律。你看左右，你看前面我们存的时候就是左右去存，对不对？到后面由前向后，是不是？哎，由前向后，由前面那个结构向后一层一层的去加存。哎，注意它的结构是不是？我们不是说先存后边再存前面，对不对？是一层一层的由前向后去处理它的山石的前后关系，对不对？它的前后关系，你看，它靠什么呀？也是靠我们这个村来把这个空间明暗关系来体现出来。到后面你看啊，到后面你看前面的结构稍微长一点，是不是？我们加的村，哎，就稍微长一点。根据我们山石的结构啊，我们这个蓖麻村也是，对吧？哎，结构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用长一点的这个蓖麻村。到后面小结构，哎，我们就用稍微短一点的蓖麻村。哎，根据我们画面结构需要，山石结构需要，哎，去加长短不同的寸法，哎，长短不同的寸法。然后你看啊，前的树完成以后，小亭子完成，后边，哎，在亭子后面的小树穿插一下，加一下啊。这个时候加的小树枝都是以淡墨为主，不要加重墨，哎，不要加重墨。你看，穿插过来，在小亭子的后面，你看啊，在小亭子后面穿插过来，对不对？这是前面的一个小树，后面的点叶的部分，哎，点叶的部分，淡墨为主，把它处理到什么？处理到它这个亭子的后面啊，哎，亭子的后面，你看，哎，处理到亭子的后面。这近景的啊，近景的山石、树木，哎，然后你看由右下，对不对？向上延伸，哎，这是占画面的右边，对不对？哎，然后它 S 型构图向上以后，对不对？要向左去那个延伸它的画面啊，延伸它的画面。远山的山石，我们常讲什么？先把山峰的中心这个位置，我们先定下来。你看啊，我们先定下中心的位置，中锋淡墨，稍微淡一点的墨啊，哎，中锋勾出来，对吧？先把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定出来，哎，定出来，在这个位置上，哎，向后延伸它的山石结构。也是啊，先勾什么？和前面的山石一样啊，先勾它的外轮廓，哎，先勾它的外轮廓，哎，先把山的外轮廓我们勾出来，嗯，哎，勾出来，下面你看，要和我们这些树，对不对？哎，要衔接在一起，你看啊，哎，衔接在一起，这是画面，你看我们这个 S 型构图，它是个向上的一个山势，它的画面啊，整个山势是向上的，所以说它这个气要接起来，然后画面也要接起来。哎，看啊，这一组也是啊，还是向上延伸，
向上延伸，我们加一个平台，加个平台。平台先画平台的顶部结构啊，先画平台的顶部结构，然后再画什么？再画它的一个断面结构，再加它的断面结构。过来加一个向下延伸的一个结构，是不是？你看啊，先把平台的顶部结构画出来，再画它的这个横断面的结构。中间加一个平台，这是啊，加个平台。那后面你看啊，对不对？我们山峰上来以后，是吧？它不是，这是我们山的中心位置，向后延伸。你看啊，向后延伸，注意它的山的走势。你看啊，我们由右下左下上来到右边，然后再向左，对不对？你看 S 型是不是？这样下来，你看到底山峰的时候，一定要让它有一个山的走势。山的走势，不要说，就是说山峰，就直直上去，对不对？没有一个蜿蜒的变化，对不对？没有蜿蜒的变化。你看，要左右山峰，去变化，左右山峰去变化。向上，向上上去，是不是？你看啊，先左，右，再左，这山峰的这种蜿蜒的走势，左右去蜿蜒变化，这样它的山才有气势，对不对？才有气势。如果你画个山峰，比如说画个山峰，对吧？直线上去，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山峰一看就是特别呆板，没有气势。你看山峦，我们看这个山也是，你单独的一个山峰，对不对？它没有那个连绵的山脉，就是看这个山峰比较单薄，比较单薄。你看它山峰、山脉的有蜿蜒的变化，对不对？连绵不断，就看着山峰就有气势。过来，你看啊，过来，你看向上、向左、向右，再向左、再向右。你看啊，山峰我们一直是这样变化啊，这样变化，形成一个，对不对？向后延伸，在后边就是远山，连绵不断。所以说我们画山的时候，对吧？山峰和山脉连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这种山脊的这种蜿蜒变化，是不是？要注意这个。过来，看我们这边啊，到左面的时候，这是个嘛？这是个小的瀑布啊，小的瀑布过来。构图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我们要表现什么，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画面以什么为主？这个画面的安排、布局，开始的时候、起草稿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啊，都要考虑到。看下来，这侧面的，看瀑布侧面的结构，这也是啊，一层、两层、三层，三层的瀑布啊，三层的瀑布。上面稍微窄一点，是不是？它的瀑布变化啊，上面这一层窄，越向下瀑布越宽啊。
这个透视关系我们一定要这个掌握住。哎，看上来以后，山脚下边是露出这个山脚的部分，画什么呀？把我们的瀑布靠什么？靠我们这个山脚这个村，哎，把我们的瀑布给拖出来，哎，把我们瀑布拖出来。看轮廓结构是不是？哎，勾完以后，哎，勾完以后，看寸的时候啊，我们前面是不是寸的时候左右，是不是先左后右，这样由前向后一层层的是加寸。到后面我们山的部分，看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哎，同样的道理，轮廓线、结构线勾完以后，你看也是啊，左右提寸，先左后右，是不是？哎，先左后右，加也是加在什么？还是加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对不对？它加村的位置和我们前面山石加村的位置是相似的，是一样的啊，对不对？是一样的啊。你看，哎，先左后右，看加在几个结构线，是不是？哎，结构线的后面，哎，结构线的后面，一层层的去加，哎，是不是？哎，一层一层的去加，由前向后，到我们平台的地方，你看啊，到我们平台这个横断面的时候，侧锋，哎，这一块啊，就要稍微用一点小斧劈，哎，小斧劈，侧锋向下，哎，侧锋向下，你看，哎，这样去存啊。我们这个结构来说，是不是？哎，常见的一种它的山石结构，常见的一种山石结构。看，下边续下来，下边续下来，是不是？你看啊，到后边也是，还是按我们这个结构轮廓向后去村，先左后右，哎，笔锋过来，哎，有前面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向后去加，哎，一层一层向后加，不要乱啊！尤其我们加村的时候，勾结构的时候，哎，不要乱，把山石的前后关系也一定要我们交代清楚，交代清楚。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你看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山石的什么是亮的地方，什么是暗的地方，对不对？你加村的时候，哎，加的比较清晰，你心里明白。你看，就是山石暗部、亮部。加村的时候，把它表现的非常这个清楚，所以你在着色的时候，哎，你就知道，哎，暗部上什么颜色，亮部上什么颜色，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加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的位置在哪，知道哪是山石的暗部，哪是山石的亮部，对不对？你知道了这个关系，然后你加村就不会乱，哎，就不会乱，对不对？你看啊，我们每一次加村的时候，对不对？知道结构线的位置，村的这个轮廓的位置，哎，加的时候，你看我们加在什么？加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由前向后一层一层的去加，哎，一层层的加。如果我们画那个着色的时候，是吧？我们画小青绿着色或者浅酱着色，哎，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少一点，
哎，可以少一点，留出我们着色的位置，是不是？哎，着色的位置。哎，淡墨稍加一点，也不要加的太多。哎，留出看，留出我们的亮面、暗面，对不对？留出它的结构。如果我们是画水墨的话，你可以什么？哎，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勾皴擦完成以后，哎，你就可以加墨，用这个墨变化，哎，把我们的这个颜色代替颜色，哎，你可以加一点淡墨，可以再多加一点淡墨，比如说暗部结构，是不是？你可以多皴一点，也可以多加一点淡墨。哎，这是你画水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用墨体现它的这个春夏秋冬都可以。注意我们什么？你看啊，尤其是我们靠近水面这个水口的地方，是不是？哎，水口的地方，哎，想让它暗下来，哎，想让它暗下来，我们就怎么？哎，就多皴一点，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多皴了以后，这个块面来说，哎，就是我们画面来说比较暗的地方，感觉也是它是一个山谷凹进去的地方。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山谷凹进去的地方，靠什么？就靠我们这个墨的对比，是不是？你看亮的地方，我们几乎就是不去皴它，来留出白的位置，是不是？亮的地方，你看想让它的山峰凹进去，哎，就可以多加一些皴，哎，感觉你看这句话就是对比一下和我们右边的这个山这个块面结构，你去对比一下，是不是这一块感觉就是比较暗，哎，这一块就比较亮。哎，你看啊，靠近水口的地方，稍多加一点，哎，说多加一点。远山，看啊，到远山的地方稍皴两笔也可以。下边让它续下来，看到下边的时候，哎，淡墨把远山续下来，哎，把远山续下来。上面就是我们这个山峰的前面这个靠前的位置，也是中心的位置。你看这是怎么去表现？左右还是我们左右去加皴。你看啊，左边、右边，哎，左边、右边，把这个顶部，你看，把它鼓起来，是不是？你左右加了皴以后，哎，左右右，然后就按下去，按下去，中心就鼓起来，对不对？这就是比较我们皴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山石的它这个立体感我们体现出来。哎，这就是比较直接的啊。哎，我们不讲什么阴阳啊什么之类的，哎，就讲的明暗关系。最简单啊，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明暗关系。你看是不是？亮面、暗面，是不是？你看亮面、暗面，再就是讲一点干嘛？就是比较深一点，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山石鼓起来的地方，皴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凹进去的地方。哎，就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皴擦，对吧？把它明暗关系体现出来，把山石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哎，我们表现出来。竖这个这个山脚的地方也是啊，左右去皴，是不是？你看中间感觉就是鼓起来的，对不对？就凸起来的地方，你看后边那个皴了以后，哎，它就凹进去，哎，形成这个
明暗对比，哎，这样我们把山石处理出来，它就是什么？有了立体感，哎，有了立体感。然后我们就瀑布，你看啊，我们先勾什么？哎，先勾上面的小的瀑布下来，流下来。你看，勾的时候看我们水口的这个变化，我们顺势去处理瀑布的水流位置。你看，这样啊，先向右，是不是？落下来，再向左。一是我们左右的水口山势去处理水流的走向。下来，哎，你看啊，对不对？根据我们水两边流的水口去处理我们水流的方向。哎，下来，到下面，你看啊，由上向下产生落差，对吧？一层、两层、三层，是不是？下来以后，到水口的地方安排一些小的碎石，哎，小的碎石，哎，小的碎石。我们画这个瀑布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画的也是稍微传统一点的这个构图用笔，是不是？稍微传统的，看瀑布可以什么？勾完那个小碎石以后，用淡墨，你看啊，用淡墨可以勾一下，哎，瀑布的水流，你看，这就是我们现代和传统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瀑布的画法。你看，哎，也有我们现代的块面结构小碎石，哎，有传统的勾线，哎，也有传统的勾线，是结合在一起的，哎，结合在一起，就是现代和传统我们融合在一起的。下来，你看啊，小碎石留白的地方，你看啊，这是我们画这个墨块墨线的地方，哎，这就是瀑布里边的小碎石，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位置，哎，就是我们水流的位置。哎，近景的是吧？中景、远景、远山。哎，这边啊，你看我们这边留白的地方，哎，就是我们画云的地方，哎，要处理到云的地方。下边你看啊，小亭子，然后我们画一个点点的小船。小船的时候画的时候啊，先画是吧？先把船棚画出来，哎，先把船棚画出来。你看，过来，哎，先画个船棚。船棚注意它画的时候，它是一个带弧形的啊，半圆形。半圆形，然后先画这个结构啊，先把前面的结构画出来，船舷，看，哎，先把这个结构画出来，画个人物，加个小人物，来，我们画个小人物，先画什么？哎，小人物就说啊，先画什么？先画的头部结构，
你看啊，然后头部结构，稍微的用笔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头部结构，哎，上身过来，哎，再穿头，哎，做穿头，哎，简单的勾个人物，然后船板铺一下船板，然后它船这个船棚的地方，哎，你看我们画这个都是覆盖这个芦席的地方，画个结构线，哎，可以先画个斜线，然后交叉，你看，哎，这样，哎，画个小人物就行。这个水面，你看啊，我们画这个水面的时候，对吧？不能画倒影，因为这是接近传统的这种作品来说啊，就是说画一些水纹就可以。水纹也是简单的勾两笔，中锋、淡墨。看勾水纹的时候，嗯，可以有一些，哎，有一些这个弧线就可以，对不对？你看啊，有一点波纹，这个比较平静的水面，是不是？哎，我们画的都是，你看画这种传统的来说，没有说画现在的那种大浪花，是不是？也不是画的海面，哎，画这种平静的这种水面的时候，哎，稍勾一点的水纹，哎，稍勾一点水纹，哎，是靠近什么？哎，靠近我们山石的地方，对不对？微风吹一下水面，对吧？靠近这个山石的地方，靠近水岸边的地方，哎，稍来一点水纹。那平静的水面来说，中间，对不对？它就没有什么这个被这个水纹也是啊，水遇到这个破岸的时候，哎，起一点这个波纹，我们勾出一个靠近水岸边的时候，哎，稍勾一点，哎，稍勾一点。看我们这个完成墨稿以后啊，需要点胎的地方，你看啊，哎，我们需要点胎的地方，山石部分，你看近景的山石部分，我点在什么地方？哎，点它那明暗交界的地方，对不对？哎，结个线，看啊，明暗，这是亮的地方，暗的地方，对不对？暗的地方亮暗，这也是暗的地方，还有结构线。哎，你看点的时候，哎，点在这个位置，你看，哎，点在这个位置。点的时候，我们根据画面的需要去点胎。哎，可以用这个横的这种点，这个胎点，也可以用这些竖的这种胎点。哎，根据我们这个山石结构不同，画面需要，哎，我们去变换点胎的笔法。你看，我们今天啊点的胎点是以横点为主，哎，横点为主。看点的位置啊，侧过来，点它的时候，看横点什么？把笔侧过来，对不对？哎，把笔侧过来，点在这个结构线是不是？结构线交叉的地方，点在这个位置，哎，点一些胎点。点胎的时候，它的墨啊稍微的重一点，比我们的结构线是不是？也稍微重一点。过来，你看，点一些胎点。到后面，你看到后面山石的时候，也可以用是，哎，也可以竖的胎点，哎，也可以加一些竖的胎点。
我们这个胎点也是啊，根据它山石的不同结构，可以随时变化啊，随时变化。你看到后边以后，加一些，还是以横点为主，是不是？哎，加一些侧面结构，这就是什么？代表哎，我们这个山峰侧面小的树木，哎，就是用胎点去表现，哎，用胎点去表现。靠近水口的地方，哎，灌木多一些，是不是？哎，靠近水口的地方潮湿，小的树木、小的灌木比较多，你看，可以加一些胎点，哎，可以加一些胎点。向上，看这个结构是不是？哎，加的时候，你看这个结构线，亮的地方，啊，尽量少加在亮的地方，把山石的顶部闪出来，你看，少加一点。哎，结构线的地方是不是？哎，它结构线交叉的地方，哎，加一点。哎，看靠近这个山谷的地方，对吧？下边是水口的地方，可以加一点，可以加一点。山顶的地方，也加一些小的灌木，就是我们山峰上面的小树，对不对？小树，也就用这个胎点去表现，哎，去表现小树。你看，哎，我们这个平台上侧面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哎，小的树木，哎，点一点。点的时候，你看我们昨天在课里边也讲过，哎，小树画这个小树丛，对不对？注意它的高低，哎，高低错落，有高有低的啊，不要这个排成排，一看特别齐整的，是不是？哎，要有高有低的变化。你看，哎，有高有低的变化。然后就是水面啊，你看我们水面的位置，小草是不是？哎，水面上长的小草，稍加一点。这个墨呀稍微重一点，我们画这个水草的时候，哎，墨色稍微重一点，你看，哎，稍重一点，哎，同方向，对吧？向右，看，向右，靠近这个山石的地方，加一点小水草。空白的地方，你看，空白的地方，小的树灌木，你看，小的灌木。画这个小灌木的时候，对，注意它的什么？哎，注意它的高低错落，和我们远处的小树一样。哎，一定要有变化，不要画成那个，就是说裁剪过似的，是不是？哎，不是我们不是公园里的这个树木，是大自然的树木，所以说要注意它的有高有低，哎，有高有低，错落变化。墨的变化，你看也是啊，墨也要有深，对吧？有浓有淡，哎，有浓有淡的变化。这样，哎，这是
哎，近景的啊，小的灌木，是不是？哎，和我们远处的小树林，它点法一样，是不是相同的点法？横笔去点，哎，注意它的浓淡墨的变化，还有高低错落的变化，哎，高低错落的变化。前面的墨重一点，是吧？到后面的墨淡一点，稍微高一点，你看，哎，淡墨，哎，这是我们点胎的部分啊，你看，点胎的部分，点的胎的时候，你看靠近树根的地方，靠近树根的地方可以多点一点，就是说，你看树根的地方，小草啊、小灌木，是不是？哎，稍微茂盛一点的地方，哎，稍点多点一点，把这树根遮挡一下，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哎，侧面开点，哎，点胎完成啊，对不对？哎，加开点以后，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开始着色。我们先讲一下着色，我们小青绿的颜色，需要的颜色啊，我们小青绿需要的颜色，一个是赭石，哎，赭石藤黄，然后赭石藤黄花青，再后面就是需要覆盖的颜色就是三绿，哎，三绿和三青，这5种颜色，哎，我们小青绿需要这个颜色，这5种颜色。好，给大家去拍个墨稿的对，图啊，可以来，大家也是啊，抓紧时间抓紧，去截图啊。对，大家截屏的时候截图的啊，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也来拍一个分享到我们班级群里来，准备大家啊，抓紧时间，因为空屏时间不能太长啊。好，我们进入截屏，好了吧？好啊，没有啊，没有染白。我们这个啊，你看我们这个墨稿的时候，我们留白都是说，你看都是自然的留白啊，不要加白色，都是自然的留白。你看暗的地方是不是？哎，加了寸的地方，你看我们自然的留出山石的亮部结构、暗部结构，你看都是自然留出来的啊，都是自然留出来的。好的，哎，我们画完以后啊，把墨稿晾一下，我们开始着色啊，开始着色。小青绿的颜色步骤啊，我们先上第一步，先上赭石，对不对？看啊，先上赭石，第一步赭石。上赭石的时候，看赭石里边，大家记住啊，赭石里边稍加一点别的颜色。你看，我们如果单用赭石的话，你看啊，大家看一下，赭石它发一点什么？发一点红色，是不是？它稍微偏一点红色，然后它的颜色偏一点红色以后，上到画面以后，它和我们这个三绿啊，哎，就说对比有点太强烈，所以说我们稍加一点什么？稍加一点藤黄，看，稍加一点藤黄，然后加一点淡墨，看啊，稍加点淡墨，调成一种赭墨色。先上树干的地方，哎，先把树干的地方我们染出来，看，哎，树干的地方染出来，看过来，哎，把树干染完，
点景的也是啊，把点景的稍染一下。小草亭，你看啊，我们树丛中的小草亭，染的时候啊，也是根据我们这个结构去染。看，稍加一点，加在我们勾的就是说铺草的地方，对不对？哎，铺草的地方，下边这个结构，它的停住结构，用赭石去复勾。你看啊，去复勾一下，它栏杆也是，哎，用赭石复勾一下。小船儿，你看啊，小船也赭石。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小船的地方画这个水面，我们喜欢打湿，是不是？哎，然后它上不了这个颜色。其实我们船的颜色都是以赭石为主，没有别的颜色啊。看，对不对？都是以赭石为主。人物的脸部，哎，我们只染人物的脸部啊，赭石，淡淡的赭石上一下就可以。那我先帮我们这个朋友解决个问题啊，来，那个刚才咱那个同学看一下，开了课先去找小店客服，刚才那个720看一下，点那个小黄车，点了小黄车，这有个图片是不是？点那个图，点开它，左下角进店客服，到这儿去点击一下，然后去找小店的客服，跟小店客服说话啊，教给您怎样去观看课程。咱们接着啊，哎，接着上色，树干，哎，这个小草亭，我们上完颜色以后，开始上山石的部分，哎，上山石的部分。山总的第一步，小青的第一步，赭石上在什么啊？看啊，看我上在什么位置？看，哎，我上在山石的亮部还是山石的暗部？同学们有知道的吗？我现在上的这个赭石上在山石的亮部还是暗部？我们开始画墨稿的时候先讲了啊，哪是山石的暗部，哪是山石的亮部？哎，下面我们上色，对不对？我们上这个赭石颜色，上在了山石的亮部还是暗部？有知道的同学，我们扣在公屏上。对，看，哎，我们可以啊，我们上色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经常的问一下大家，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啊。哎，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你看对不对？山石的暗部，哎，山石的暗部，哎，近景的山石，远处的山也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到下边水口的地方啊，你看到水口的地方，赭石，先上赭石。哎，我们边上啊，上色和我们上墨是一样的啊。你看，上色之前也是，哎，笔尖调了清水，蘸了清水以后，我去调里边的颜色，是不是？边上色边这个往调色盘里边我们加清水，哎，加清水，加清水以后，你看我们现在颜色就比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要淡很多？是不是？哎，随着我们墨的变化，你看近景的墨稍微重一点，我们颜色呢就稍微深一点。到远山的地方，你看是不是对比一下它的墨是不是淡了？哎，所以说我们颜色也要变浅一点，是不是？哎，随着我们的墨的变化，我们颜色也要有深浅的变化。
哎，也有深浅的变化。哎，然后我们这个平台，注意大家看一个平台，它的断面、横断面结构也是上赭石啊，上赭石，哎，上赭石，你看是不是？哎，上赭石，看越向后，它的墨越淡，颜色我们要越浅，是不是？越浅。一定要注意它墨的变化，我们颜色也要变化，不要说有的同学就是我调赭石，对不对？我就把这个赭石、藤黄、大墨调在一起，调这么整个这这个满这个调色盘是吧？就一个颜色色调，它没有深浅变化。所以说我们上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细节。哎，老师讲的细节啊，这是我们关键上颜色。哎，它的就是说有的老师上的颜色和我同学上的不一样，就说老师上的为什么这个有深浅变化，比较亮，对不对？前后关系很这个处理的很丰富，对不对？颜色也丰富，为什么？它就是我们上色的时候，它也有深浅的变化，哎，也有深浅的变化，不是说一个色调上去的啊。你看是不是？你看颜色，近景的是不是颜色深，对吧？远处的颜色是不是浅，对吧？我们颜色也有深浅变化啊，也有深浅变化。哎，过来，哎，这是赭石，对不对？第一步上赭石，然后我们调亮部的颜色啊，调亮部的颜色。亮部是花青，看啊，是不是？我们颜色开始上色之前，先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小清里5种颜色：赭石、藤黄、花青，然后3绿3青，对不对？5种颜色。下边我们调个花青，然后藤黄，对不对？哎，藤黄，哎，加点藤黄。你看啊，加点藤黄，调个浅绿色，对不对？哎，调个浅绿色，再加一点，看，哎，浅绿色。这个浅绿色，你看啊，暗部是不是我们上了赭石，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的亮部，是不是？哎，亮部，我们上浅绿，哎，上在山石的顶部，是不是？哎，也就是我们山石的亮部，哎，山石的亮部，看，让它看和赭石是不是？哎，有个过渡啊，有过渡，对，山石的亮部，看加在山石的亮部，让它和赭石，对吧？有过渡啊，要有过渡，不要说你看我们下边赭石，对不对？你上那个浅绿的时候，你就是把亮部单独上点赭石，没有过渡，对吧？很明显的分开，一看这颜色，对不对？这样就很呆板啊，很呆板。你看，稍微的让它过渡一点，让它过渡一点。哎，过来看啊，近景的山石是不是？我们近景的山石颜色是不是稍微重一点？哎，它是随着我们墨的变化，哎，墨的变化，边上色，
你看啊，边上色我们边加清水，大家记住啊，边上色边加清水。哎，远处的山峰，哎，你看啊，远处的山峰亮部，是不是？哎，亮部也是浅绿，我们调的浅绿啊，调的浅绿，藤黄花青，哎，藤黄花青。哎，过来，你看，看，待会儿大家再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这个树根的地方啊稍微留白。为了什么呀？哎，为了突出的根部啊，为了突出根部。哎，我们亮部啊，浅绿，哎，是吧？山石的顶部是不是？哎，也是浅绿啊，也是浅绿，和我们前面的一样啊。我们山石的着色位置是一样的，是不是？哎，是一样的啊。哎，山石的顶部，山的顶部，哎，都是用浅绿啊，浅绿，浅绿，哎，来一点，你看是不是？大家对比一下，我们前面的颜色是不是深？哎，后边是不是浅一点？哎，根据我们墨的变化啊，哎，墨的浓淡变化，浓淡变化，去调节我们颜色的深浅变化。看昨天，你看我们下边的是上三绿啊，我们这是上底色的。哎，大家记住啊，这是第一步。哎，我们先把底色打好啊，先打底色，打底色以后，我们再上后面的颜色。小青绿就是以三绿三青为主，对不对？哎，你看，我们上小青绿要用赭石花青调的浅绿去打底色。哎，去打底色。中间这是我们留云的地方，是不是？哎，留云母的地方。香一点，你看，过来，把它虚下来。我们要把云的地方虚下来的地方，稍加一点清水啊，清水打湿一下。要把我们这个需要虚云的地方用清水，哎，打湿一下。打湿了以后啊，不要说现在我们去染，打湿以后稍亮一下，我们再去上色啊。得稍亮一下，我们再上色。我们先染叶子的地方，叶子也是花青，你看是不是？哎，我们主要颜色就这几种颜色，互相去调。叶子颜色花青加淡墨，哎，花青加淡墨，两个颜色。哎，花青加淡墨的时候，稍微的让它这个调和一下，让它墨和花青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对不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哎，点叶的地方，你看啊，叶子的地方花青加清水，对吧？我们边加边这个点色的时候啊，对吧？边上颜色，颜色里边调色盘里边啊加清水，哎，边加清水，你看，边加清水，它的颜色是不是它得有深浅的变化？哎，并不是我们
调了一个颜色就不动了，就只得上颜色。你看啊，边上颜色边调清水，加清水，它的颜色有深浅的变化啊。比如墨重的地方颜色深一点，你看到下面以后都是淡墨，哎，就颜色淡淡的上一点，淡淡的上一点。哎，这个地方上一点。前面的点页的部分啊，点的部分都是这个墨青色，以墨青色为主啊。哎，墨青色为主。哎，昨天我们没有完成这个第二遍的颜色啊，我们先把底色打好了以后，我们时间来不及，我们今天接着把这个颜色完成。还有我们云海的地方啊，需要我们第二遍上色的时候啊，你看，接着啊，要用清水打湿一下啊，把我们的山的地方，还有昨天我们需要上云的地方，哎，用清水稍打湿一下。哎，稍打湿一下。打湿了以后啊，我们再上第二遍颜色。我们这个小青绿来说，是不是它的第一遍颜色完成以后，第二遍颜色都是以三绿为主，对不对？哎，三绿，我们昨天也是啊，讲了以后小青绿的着色方法。哎，调一点小青绿，先把这个盘子洗一下，我们把调色盘洗一下。这个三绿的时候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三绿里边不要加别的颜色，哎，不要加别的颜色。三绿，我们稍调一点儿，加三绿。你看啊，我们这个昨天上底色的时候，对不对？哎，赭石、浅绿，哎，完成以后，这底色的部分，我们下边要上三绿的时候，这个位置啊，你看，哎，我们上三绿的位置是在山石的亮部，对不对？山石的亮部，你看顶部，山石顶部亮部位置啊，我们去着三绿颜色。哎，我们是加三绿的颜色。这个位置，你看啊，哎，加在这个位置。哎，加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颜色加的时候，你看加在这个位置，它和赭石也是啊，让它和赭石覆盖一点。哎，覆盖一点赭石的这个颜色啊，哎，覆盖一下赭石的颜色。
哎，也是啊，上的时候有什么地位？有这个，有什么部位啊？由山石的顶部开始着色，大家记住啊，它着色的顺序啊，你看，由山石的顶部开始，沿着结构线，没有啊，我们三氯没有加花青，单纯的酸氯，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单纯的三氯，不要加别的颜色，这个颜色一定要什么？哎，一定要纯一点，亮一点啊，一定要颜色让它纯一点，这样上色颜色你看是不是才会亮，才会干净透明，是不是？你看上的时候，沿着我们的这个轮廓线啊，由顶部开始，由山石的顶部去上，哎，山石的顶部去上。你看啊，我们每一组山石啊，你看都是在这个轮廓线的地方，由山顶的由这个山石的顶部开始向下，对不对？向下去晕染。看上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不是？要记住这一点，就让它山顶的位置颜色稍微的重一点，是不是？稍微重一点，然后向下和赭石去过渡，哎，和赭石去过渡。到后面，你看到后面颜色稍微的淡一点，稍微淡一点。边上色啊，边上色，我们颜色里边加清水，我们昨天就讲了啊。你看，调一点，不要调多少，是不是？看，随用随调，颜色，看，加了颜色以后加清水，加清水，到后面的颜色要比前面颜色要浅一点。随着我们的后边墨色的变化啊，哎，墨色的变化，是不是墨淡，色要浅，墨重，颜色稍微深一点。看，过来，远山是不是？远处的山峰也是有山顶的地方开始着色，哎，山顶的位置开始着色。看我们着色的这个用笔，你看是不是？哎，按的这个轮廓线，哎，有山顶的地方向下去染，对不对？哎，这样去晕染。你看啊，我们着色的时候，山顶的位置，嗯，接着轮廓线向下晕染，哎，向下晕染。其实这个颜色是不是？你看我们的颜色，它越单纯越薄，反而画面是不是越亮？不是我们想象的啊，上的特别重的颜色。你看，是不是？哎，不要说加别的颜色啊，我们加水面的时候，我们画这个有时候画这个现代的山水的时候，水面的时候我们加什么？也加花青。看我们传统的这个小青的着色方法，是不是还是以哎薄一点、清新淡雅这个颜色为主？你看是不是？哎，要注意它上色的位置，还有上色的先后顺序。哎，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再调一点，你看啊，随着我们后边墨的变淡，颜色是不是浅浅的上一点？哎，浅浅的上一点。这颜色呀，
不要说怎么，不要把这个墨线覆盖住啊，不要把墨线覆盖住。上完3滤，哎，上完3滤以后啊，稍亮一下，我们上一个云的颜色，花青，是不是？哎，云常用的颜色就是花青。调一点淡花青，是不是？调好以后，加一点淡墨，花青里边啊，加一点淡墨，调成墨青色。哎，调个墨青色。哎，花青稍微的多一点。这个淡墨不要加的太多啊，不要加太多，花青是多一点。然后染云的地方，你看啊，哎，染云的地方侧锋，是不是？哎，侧锋。然后呢，用笔要轻，颜色要淡。这染云的地方啊，看，淡淡的上一点，哎，淡淡上一点。这云呢，染的时候，你看用笔一定要轻，注意，哎，一定要轻，也不要上太重的浓，不要上太重的颜色啊。用笔轻轻的，你看，哎，轻轻的染出云的，哎，这种动态，看，轻轻的啊，侧锋，哎，注意它云的深浅颜色变化，云的深浅变化，靠近山的地方，它的颜色稍微重一点，是不是？哎，稍微重一点，到下面。到我们这个云团中间的位置，是不是？哎，云这个颜色要浅一点，哎，要浅一点，哎，颜色要浅一点。这就是我们云中间，是不是？这个云层薄的地方，先上染云时啊，先上淡颜色，不要说一下染云上特别重的颜色，是不是？哎，稍微的先上淡颜色，用笔要轻，颜色要淡，哎，颜色要淡。水口的地方，你看啊，水口的地方加深一下花青，对不对？我们就调到墨青色，把水口的位置稍染一下，加一点重颜色，你看，把我们的这个瀑布衬托出来，哎，衬托出来。远山，注意我们画远山，把笔洗一下，哎，把笔洗一下以后，笔尖去调色，你看，我们笔尖去蘸颜色，画远山。笔尖调色，看它的颜色是不是？染远山的时候，笔尖冲上，哎，笔尖冲上，它的颜色，你看啊，自然的下边虚下来，是不是颜色自然的虚下来？哎，笔尖是重色，和我们调墨一样，哎，笔根的地方，是不是笔肚的地方就是淡颜色和清水，淡颜色和清水，哎，这样就染出来，把远山染出来。再来一层，它的远山山顶的颜色是不是重？然后越向下，很自然的虚下来，哎，很自然的远山就虚下来。下边就是我们的云，哎，下边就是我们的云，是不是？
哎，所以说我们调颜色，对吧？蘸颜色、调颜色是一样的，和我们调墨的这个用笔、用墨、用色，它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哎，方法是一样的。哎，笔尖看，沾一点颜色，很自然的产生。哎，上边深，下边浅。哎，很自然的这个过渡颜色，是不是？哎，很自然的过渡颜色。哎，眼山，看啊，水的地方，我们瀑布的地方也是啊，还是用这个我们调的墨青色。哎，还是用这个墨青色，把我们这个勾的地方，勾的这个小碎石，哎，你看，还有我们勾的这个水的这个线条，哎，用这个复勾一下，哎，用这个墨青色，哎，复勾一下，沿着我们勾的这个线条，哎，复勾一下，留白的地方是不是？哎，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这个位置，哎，水流的位置下来，小碎石点一下，用这个墨青色，哎，稍点一下，稍点一下，看下边就是我们水纹的地方，墨青色，复勾一下，复勾一下我们的水纹。哎，来一点，你看，复勾一下，是不是我们用颜色不是说想象的那么复杂，对不对？看，主要是花青，你看这个花青，单纯的花青加上藤黄，哎，我们变成什么？变成浅绿，然后加上这个淡墨，又是一个颜色，然后单纯的它花青又是个颜色，是不是？哎，它互相这个颜色互相调在一起，产生很多的颜色，不同的颜色。加一点，把这水纹勾出来，哎，水纹勾出来，加清水，调淡一点，画什么呀？哎，画远处这个水面，是不是？哎，远处的水面加清水，调淡颜色，哎，调淡颜色。你看啊，这样完成以后，我们需要，比如说云的地方，你看啊，云的地方想加深一下云层的厚度，还是这个颜色，对不对？还是这个墨青色，还是墨青色，让云层有个，对吧？哎，有厚的地方，有薄的地方，哎，怎样去表现？你看，上完一遍颜色，哎，局部再去加，我需要把云层让它深一点或者是厚一点的地方，稍加一点颜色，哎，稍加一点颜色。中间的地方，对吧？中间这云薄的地方，还是颜色以浅色为主。到靠近山的地方，云层稍微厚一点的地方，可以加在这个地方，让它和我们的山，哎，连在一起，对不对？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要说云和这个山结合不到一块儿，是不是？山是山，云是云，你连不到一起，稍微的让它衔接在一起。它局部啊，是不是？哎，局部靠近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颜色，给加一点颜色。到这个云层薄的地方啊，让它自然的哎过渡过来，哎过渡过来。还有啊，我们云层的地方注意什么？注意它云的外形变化，哎，外形变化，是不是？你看啊，
是不是有凸起来的地方，有凹进去的地方，有凸出来的地方？哎，这个云层的这种外形的动感，哎，要处理出来。不要说我们这个一个长条过来，是不是？哎，一定看要有变化，它的云。要把这个云的这种流动感表现出来，哎，这种流动感表现出来。哎，靠近看山峰的地方，让它颜色稍微重一点。哎，越向云中间的位置，哎，颜色越浅，哎，颜色越浅。颜色越浅。你看染完以后，我们这个云的地方不是湿的吧？对不对？我们把笔洗干净。你看啊，怎么去让它过渡过来？把笔洗干净，有清水，哎，趁湿把我们上的颜色，你看，哎，把它晕染开。哎，晕染开了以后，它是不是就由深到浅，产生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这就是看云的画法。我们把什么呀？哎，把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哎，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是啊，单纯的我们就学习这个传统的，对吧？也不是单一的，我们学现代的，哎，一定要有传统到现代去结合，是不是？我们现代化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哎，传统呢也离不开现代的变化，还有我们现在的表现手法，对，就是留白，哎，就是留白。你看，我们染色的地方，是不是就为了什么？哎，为了把云的这种外形，它的云的走势、动态，哎，去衬托出来，哎，衬托出来。看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云的地方，是不是？你看，要注意我们染云的时候啊，你看靠近山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稍微重一点？你看云的中间部分，大片的云的中间部分，哎，以浅色为主，哎，以浅色为主。哎，这云的部分，是不是？哎，云的部分。哎，我们第一遍啊，浅绿的地方上来以后，为了是小青绿，小青绿，它还有一部分需要什么？需要这个三青，哎，三青的颜色去做一个画面的颜色调整。哎，稍加一点三青，你看啊，我们稍来一点三青，在局部的山石上，看啊，局部的山石来一点。这个三青上的时候，你看它也是上在什么？上在山石的顶部，山石的顶部。我们整体上还是以三绿为主，对不对？哎，局部稍加一点，你看啊，这局部的山石稍来一点，它的位置你看也是啊，在山石的顶部位置，是不是？哎，在山石的顶部位置。哎，过来，你看啊，就在山顶的地方加一点啊，加一点。然后上完颜色以后，我们画面不是湿了吧？你看啊，上完以后，哎，用我们的清水，一定要让它向下过渡一下啊，不要说你涂到这一块你就不动了，是不是？哎，来一点，看，在我们山顶的位置啊，还是
上色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轮廓线，尽量我们要什么？避开这轮廓线啊。哎，避开这轮廓线，你看，沿着轮廓线去上颜色，哎，去上颜色。哎，整体上是不是？哎，少加一点，哎，少加一点这个三青，少加一点三青，在我们山峰的顶部，是不是山顶的位置？少来一点，整体上是不是？整体上我们还是以什么？还是以这个三绿为主啊，还是以三绿为主。还是以三绿为主。前面稍加一点。看前面颜色是不是？哎，前面的山石颜色不够的地方，在山顶的地方去加啊。哎，还是加在山石的顶部，这个颜色还有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记住，少来一点。这个位置，尽量我们赭石的颜色，你看啊，赭石颜色不要留的太多。大家注意，我们加这个颜色的时候，看赭石不要留的太多，稍留一点。还有染的时候，你看啊，结构线、轮廓线要留出来，哎，要留出来。哎，山石的颜色，加多少？你看，不要加的，就是说也不要加的太多啊。你看，把我们的颜色上来以后，调一点清水就可以，对不对？调一下清水可以。注意什么？注意颜色不要太厚，不要太厚，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啊，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哎，我们稍微调一个点叶的颜色，你看啊，我们这是点叶点那个点彩的地方，用三绿加藤黄，哎，三绿加藤黄，三绿藤黄，看啊，点彩的地方调一个稍微润一点的绿色啊，稍微润一点的颜色，三绿藤黄，看这是我们哎没有点墨点啊，对吧？在这个小树枝上加一个绿色，三绿啊，三绿加的藤黄，稍微亮一点这个颜色啊，稍微亮一点。哎，来一点。看，这是我们小青绿的着色方法啊。哎，小青绿的着色方法。做一些调整的话，稍加一点颜色。好嘞。哎，这是我们的颜色啊，整体颜色完成，小青绿的。哎，第一遍赭石浅绿，然后第二遍我们上三绿啊，整体的在山石的顶部，哎，去加三绿，对吧？统一的加完三绿以后啊，到后面我们稍在你看山石的局部加一点三青，哎，加点三青就可以啊。右上角啊，看我们也是根据画面，你看我们左边山石是不是？哎，这是主要的山峰，对不对？比较高耸。哎，然后我们右边是留出了梯块的空白位置，
对吧？要注意啊，我们提款的时候要根据我们画单需要去提款。你看，我们专门，你开始构图的时候已经想到我们提款在什么位置。你看，对比一下，对吧？左边高，哎，右边山峰是稍微低一点，所以在提款的时候，我们提到右边的右上角的位置，由上向下